洞察局势，开启视野。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。美军无视法德，强行进驻格陵兰基地，格陵兰防务权正式划归美国北方司令部。乌军单日摧毁价值7000万美元俄制山猫举系统。加拿大兵推美军入侵，制定游击战预案。就在法德向格陵兰派遣军事人员的短短数日后，美军以一种近乎强差的姿态，直接在格陵兰岛亮剑。北美防空司令部正式宣布，多架美军战机已强势进驻格陵兰皮图菲克太空基地。这次部署极具战略示威意图，美军不仅无视了欧洲盟友的外交姿态，更在实质上完成了防务权的内部化。目前，皮图菲克基地的现代化升级已经同步启动。59大楼发布的最新招标规划显示，美军将对基地的跑道照明、桥梁等基础设施进行全面翻修，确保航空兵力能够在此执行24小时不间断的拦截任务。在这种全球安全秩序剧烈动荡的背景下，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加拿大也开始为最极端的情况做准备。据加拿大《环球邮报》披露，加国军方近期开发了一套极其罕见的兵推模型，模拟美国军队入侵加拿大。这是加国1个世纪以来首次将美国设定为潜在侵略者。为此，加拿大总参谋长卡里尼昂上将已公开提议，建立一支超过40万人的志愿役预备队。一旦常规防卫瓦解，加国将效仿阿富汗模式，利用辽阔的地形开展非对称游击战，通过分散武装力量进行埋伏与破坏，对占领军造成显著伤亡，使其陷入持久消耗战的泥潭。更具讽刺意味的是，这份兵推还设定了北美防空司令部合作彻底破裂的备案。如果失去美国的保护伞，加拿大将考虑转向法国或英国寻求军事援助。目前，加国已着手评估155公里炮弹的增产计划，为长期的独立防御储备弹药。而在千里之外的乌克兰战场，俄军引以为傲的防空网络正被精准撕裂。乌克兰第8空降突击军发布重磅战果，在北部的斯洛伯赞斯基轴线，乌军空降部队在1天之内连续摧毁了2套俄罗斯山猫举防空系统，其中包括一套山猫举 M2 以及一套更先进的山猫举 M3。乌军库尔斯克集团无人系统中心通过深度侦察，精准捕捉到了这2套系统的移动轨迹。尽管俄军试图利用树林和伪装网进行掩护，但在乌克兰侦察部队的发言里依然无所遁形。据公开资料估算，山猫举 M2 单套成本约2500万美元，而山猫举 M3 则高达4500万美元。这意味着俄罗斯在短短几分钟内便损失了价值7000万美元的战略装备。作为俄罗斯分层防空网络的中坚力量，山猫举系列的成对损毁直接导致该区域俄军防空火力的空缺。自2025年以来，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通过远程精准打击，已累计瘫痪了价值约40亿美元的俄制防空系统。事实再次证明，在乌克兰日益进化的感知打击链条面前，所谓的俄罗斯防空利器正沦为昂贵且脆弱的地面火装。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局势在变，真相不变，我们将持续关注后续局势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